欢迎收看这期的俄式新车，我是腾讯车金龙宇。9年后的2030年，我今天所处的海南省将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禁售燃油车的省份。那到时候呢，在这里选择一辆纯电车型，将从一门选修课变为一门必修课。那既然无力反抗，不如好好享受。今天这期节目来带您看一辆非常适合纯电政策的广汽本田 VE1。那首先呢，咱们按照惯例，还是先来聊聊新车的外观。第一个点，先来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它的车标。可以看到，这辆车搭载的车标呢，并不是咱们非常熟悉的本田的大写 H 的车标。这个品牌叫做理念，它是因何而来呢？其实是因为，拿这辆 VE1举例，它其实是一个广汽本田缤智的油改电产品。那因为呢，现在广汽本田主推的是自己的混动系统，也就是第3代的 iMMD 车型。那为了避免自己的新能源产品形成一个自相残杀的局面，那所以说呢，广汽本田也是把自己的纯电车型单独出来成立了一个品牌，叫做理念。那么作为理念这个品牌首款，也是目前来讲唯一一款在售的车型，这辆 VE1呢之前已经出过老款的车型，今天实拍的这辆是2022款的新车。它在外观层面上跟老款车型相比，其实变化并不是非常大，所以咱们主要讲讲它那个细节方面的变化。首先在灯组方面，这辆新车搭载了 LED 的光源，也是更符合目前的一个常规水平吧。那么再往下看，可以看到，在前杠的位置下方加入了前面的一个雾灯的设计，这也是老款车型上没有的。那么最后一点，也是在前杠位置有一个银色的镀铬装饰，那也是之前老款车型上并没有的配置。那接下来呢，在侧面最明显的变化是新车新加入了格林蓝的车身颜色。那这个颜色呢，其实跟白色相比，它会稍微有一些偏银。那跟银色比呢，又有一些偏蓝，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好看的颜色设计。但是如果说后期的话，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一些剐蹭的话，在补漆的话，可能只能去原厂去补了，外面可能会调不出来这么准确的颜色。那在细节部分，这辆新车呢，使用了一个18寸的轮毂，是较老款车型有一些提升。这个轮毂尺寸呢会更大，而且设计呢也非常有力量感。那对于这 SUV 而言，它是一个更好的提升。那从车侧延伸至车尾，可以看到这辆新车使用一个撞色的设计，车身的上半部分是一个黑色的设计，也营造出一种悬浮式车顶的感觉。那最后在车尾，这辆新车相较老款变化其实并不是很大，唯一的区别是在于尾灯组的颜色设计是将这个刹车灯的设计变成了纯白色。那这么一个冷酷的造型，其实非常符合三亚一个非常炎热的气候。在内饰层面呢，这辆2022款的 VE1相较老款车型在设计层面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呢是针对配置方面进行一定的提升。那咱们从上往下来看，首先是一块12.3英寸的中控液晶屏，也是相较老款车型升级的一个配置。原来老的是使的是一个机械屏幕，那这块屏幕呢，除了在这个显示方式上升级为了液晶以外，它还可以跟中控的屏幕有一个实时的联动。比如说在导航的时候，可以把导航的信息直接投射过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配置了。那么接下来在中控区域可以看到有一个无线充电的配置，那这也是这个车型上应该有的一个配置。比较意外的是，它有一个 Brake Hold，是一个自动驻车的配置，在等红绿灯的时候非常方便。那另外挡把方面需要跟大家说一下，它这辆车使用的是一个旋钮式的换挡，而且呢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它是采用回旋的方式，就比如说我调到 D 档之后，然后旋钮呢会回来，而且它不会一次的去进行2个档位的切换，就是不会出现挂错档位的情况。那在配置层面上，稍微批评一点，就是这辆车是一个顶配的配置，但是主副驾全部都是手动的座椅调节，那在当今来讲是比较落后的配置了。那接下来体验一下后排的空间，这辆 VE1定位于一台小型的 SUV，在腿部空间方面，前排是我刚才调整好的驾驶坐姿，2拳左右的腿部空间还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至于说横向空间，坐2个成年人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3个的话，就会稍微拥挤一些。在头部空间表现方面，这辆车表现的并不是很好，不到1拳吧，差不多3指这么一个空间，是因为它相较缤智而言，会把电池组整个的平铺在了底盘的下面，所以说呢，整个车身的高度会有一些的缩减，以至于头部空间稍微有一些局促。那聊完了静态，咱们接下来把车开起来，再聊聊这辆2022款的 EV1的动态方面的表现。那这辆新车呢，其实跟老款车型相比，在动态方面变化也不是很大。咱们说一说这个主要的区别。首先呢，在电池容量方面，这辆车把自己的续航里程从470公里
调整了10公里，加大到480公里。那其实并没有对电池包进行太大的一些变化，还是那台宁德时代的电池组。那主要的一些区别是在于在电池电芯系统的升级上，所以说呢，在电池方面，它的系统会更加的精密，然后会对续航里程有一定的提升。那么第二点呢，咱们在静态部分聊到了这辆车换装了一个18寸的大轮毂，那在我开起来感觉上，它其实对车辆的胎噪方面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其实轮毂升大1寸会对行驶感受、行驶质感有一些小的影响，但是它调教的还非常不错，因为这辆新车也是经过了重新的一些底盘方面的调教。那在静音性方面，这个轮胎的搭配也是还不错的，但是在 NVH 方面有一点稍微的提一下。它这台车毕竟是一个纯电车型，在低速状态下深踩电门的时候，电流的声音会稍微有一些明显，但是随着车速的提升，超过60公里每小时之后，这方面就会比较好的会去规避掉了。那么另外呢，在电池组的保护方面，首先是防撞技术，这台车呢配备了车身的吸能结构，而且呢电池包有一个 H 型的防撞梁设计，所以说在遇到轻微的一些托底的情况下，也不会对电池包造成安全性的损伤。那另外在防水性方面，因为近日呢全国也是突发的普降大雨，大家很关心纯电车型把电池包放在车底下会不会在涉水的时候有一些影响。那这台车呢，它对电池包有一个小的设计，在电池包的上壳体进行了防水翻边的设计，通过实验验证，那它呢在这个电池前段下护板脱落的情况下，就算进行高压洗车或者说行驶过涉水路面的时候，也不会有任何的安全性的影响。那所以说呢，在它的电池安全性方面还是不用担心的。那么动态部分呢，咱们最后聊聊这辆2022款的 VE1的驾驶模式。这台车呢，一共有4种模式可以选择，分为普通模式、普通模式的强回收，以及动态模式和动态模式的强回收。像我今天这辆车属于一个电池容量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我一直使的是普通模式和运动模式来回切换。那它整体的驾驶感受其实跟普通燃油车是非常接近的，不会有很强的那种电动车的感觉。那如果说在电池容量会比较低的情况下，低于20%之后，S 档也就是 Sport 模式会强制的关闭，然后呢，其实会建议你去使用强回收的 B 档。那这时候呢，它这辆车整体的收油之后的拖拽感会非常强。会让新手有一种不太适应的感觉，但是它对能量的回收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这块可能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里面。那咱们节目最后呢，给这辆2022款的广汽本田 VE1做一个小总结。那首先在外观层面上，设计部分我其实不太过多的去评价了，因为这方面呢毕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东西。颜色上这辆格林蓝白确实的非常有个性。但是还是要注意一点，在日后的日常使用中，尽量不要去进行剐蹭，因为它在维修的过程中，其实如果不在店里维修的话，外面维修很难去达到一个好的颜色配比。那么内饰层面上，在设计层面上，这辆车没有太多的改变，不过配置方面的升级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尤其呢是这台中控的全液晶屏幕，脱离了本田以往的一些机械感。那最后呢，在动态部分，咱们呼应视频的开头，聊一聊这辆车在海南的使用情况。因为海南这个地方呢，常年温度会比较高，2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所以说它不会存在冬天的一个电池的损耗。另外呢，这辆车480公里的续航完全够日常的使用，而且呢，它的电池包还可以提供快充模式，30%到80%的日常使用，半个小时可以充满，还是非常方便的。那最后呢，还得说这辆车在海南其实成本是非常低，因为海南的油价呢相比内地会稍微高一些，因为呢它海南这个省份它是没有去收取高速过路费以及车船使用税的，所以说油价更高的话，使电就会更划算。